131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能买下全球最顶级的豪华车队，甚至是一个中等国家的年度 GDP。而现在，这笔天文数字被浓缩成了10万吨钢铁，首次划破了大西洋的浪花。这就是约翰 F 肯尼迪号，一个用美钞堆出来的核动力航母。如果说之前的福特号只是美军花钱买来的半成品实验版，那么眼前的肯尼迪号就是吸取了所有惨痛教训后的终极版本。它能承受电磁弹射的噩梦吗？它能承受住全球战略格局的剧烈动荡吗？今天火力军就带着大家研究一下这台131亿美元的烧钱机器，看看它到底有多强大。约翰 F 肯尼迪这个名字在美军的海军序列之中有着极其特殊且深厚的历史传承。这艘编号为 CVN-79 的新型航母不仅承载着美军第35任总统的荣誉，更延续了肯尼迪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真实服役经历。当时年轻的肯尼迪作为海军中尉，亲自指挥着代号为 PT-109 的鱼雷快艇，在南太平洋战场执行高强度的作战任务。他在船只被撞沉后的极端环境下，坚持在海水中游动，并救回了多名战友。也就是说，这艘航母之所以命名为肯尼迪，更多是因为总统在战时的英勇作战，而不是他作为总统的身份。毕竟美国历史上并不缺少伟大的总统。历史上第一艘肯尼迪号编号为 CV-67， 它是美军小鹰级航空母舰的最后一艘，也是美国海军建造并服役的最后一艘常规动力航母。CV-76 在长达38年的服役周期内，完整的见证了冷战时期的海上对抗。而如今的 CVN-79 肯尼迪号则属于全新的福特级，它是美国海军从传统的蒸汽弹射与机械传动时代向全电化、数字化作战平台转型的标志性产物。两艘肯尼迪见证了美国海军从常规动力到电磁弹射，见证了美国海军不断进化的精神。不过，进化归进化，在肯尼迪号的建造流程中，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还是遵循了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海军传统——桅杆踏步。在航母重达588吨的舰岛被吊装到飞行甲板上之前，技术人员会将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永久地封存在舰岛底部的结构中。这些物品包括了肯尼迪总统的长女卡罗琳·肯尼迪所捐赠的一枚1964年铸造的肯尼迪半美元银币，以及该舰首任舰长托德·马扎诺上校在获得飞行员资格时被授予的飞行之翼勋章。这些细节让冰冷的钢铁舰体拥有了独特的文化连接感。对于一艘现代化的超级航母而言，动力系统的输出能力不仅决定了它的最大航行速度，更决定了整舰所能搭载的武器技术上限。肯尼迪号的核心动力源自两座由贝克特尔公司研发的 AEB 压水反应堆，这是一种利用核裂变产生热能，并将热能转化为动能与电能的装置。这两座反应堆的总发电功率达到了惊人的600兆瓦。为了方便理解这一数据的分量，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上一代的尼米兹级航母，其配备的反应堆总功率约为200兆瓦。这意味着肯尼迪号的电力供应能力整整提升到了前代型号的3倍。尼米兹号服役了这么久，对于咱们频道的老观众来说，其战斗力之强悍就不需要火力军多说什么了吧。在21世纪的数字化海战中，电力是所有先进武器系统的运行基础。肯尼迪号充足的电力冗余是为了未来能够直接加装定向能武器，例如高能激光防御系统，以及需要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电磁轨道炮。在内部工程设计上， AEB 反应堆也实现了显著的结构优化，它的体积比旧款型号缩小了约 50%。由于系统集成度更高，反应堆所涉及的各类阀门、泵机以及复杂的管道连接数量仅为尼米兹级航母的1半左右。在长达50年的设计寿命中，肯尼迪号只需要在服役中期进行一次核燃料的更换，就能维持持续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这种近乎无限的能量供应，不仅让这头10万吨级的巨兽能够以超过30节的速度长时间航行，更为飞行甲板上那项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最直接的能量支撑，那就是取代了蒸汽弹射器的电磁弹射系统。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不仅是飞机的起降跑道，更是一套追求极致效率的运作平台。在衡量一艘航母的实战价值时，核心指标被称为出动率，即在24小时内，航母能够起飞和回收飞机的总架次。肯尼迪号为了实现比尼米兹级高出约 33% 的出动效率，在甲板布局上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最显著的变化是舰岛位置的后移，舰岛被安装在了更靠近舰尾且更偏向外侧的位置。这种布局变迁在甲板中心腾出了极其宝贵的空间，创造了一个被称为集中整备区的区域。飞机在降落回收后，只需经过极短距离的滑行，就能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完成加油、挂弹和基础维护任务。
这种流程类似于赛车场上的进站维护，显著减少了飞机在甲板上的无效移动次数。在飞机发射技术上，肯尼迪号则彻底取消了传统的蒸汽弹射器，转而采用电磁舰载机弹射系统。这项技术利用直线感应电机产生推力，通过电流控制产生强大的磁场，推动弹射滑块在几百米的距离内将重达数十吨的战机加速到起飞速度。相比于无法精确控制力度的蒸汽系统，电磁弹射实现了完全的数字化调节。系统可以根据不同飞机的重量，从最重的满载燃油和炸弹的战斗机到极轻型的无人侦察机，都能提供最为平滑且精准的加速曲线。这不仅提高了发射的成功率，更大幅度减轻了弹射过程对飞机机体结构造成的疲劳损伤，从而延长了舰载机群的使用寿命。这种设计彻底解决了前代航母在战斗中因为搬运弹药而导致的甲板交通堵塞难题。在这一系列先进硬件的协同下，肯尼迪号在常规作战状态下，预计每天可以维持160个飞行架次，而在高度紧张的巅峰时期，这一数字甚至可以突破270个架次。不过有一点要明确，约翰 F 肯尼迪号并非是对首舰福特号的机械化复制。在大型复杂武器工程领域，首舰通常需要承担验证新型技术的试验风险，而作为同级别的第二号舰，肯尼迪号则负责通过实际的运行反馈进行性能优化。说白了，首舰福特号更像是美军的一个大型公测，虽然强悍，但 bug 也不少。而肯尼迪号则是带着全套补丁上线的正式版，把所有的槽点都在肯尼迪号上做了一次终极优化。这种优化最显著的改变体现在航母探测系统的全面换血。福特号最初装备的是双波段雷达，虽然这项技术集成了2种不同波长的探测天线，但在实际运行中表现出极高的系统复杂性，且后期的硬件维护成本十分昂贵。美国海军果断放弃了这种方案，转而换装了全新的企业级空中搜索雷达，代号为 ENSPY-6。相比于前代复杂的双波段系统，新型雷达实现了高度的模块化设计，它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不仅减少了舰岛结构的物理负荷，使得肯尼迪号能把更多的吨位分配给战斗部门。更重要的是，它与美军最新型的驱逐舰雷达通用性极强，这大幅度降低了零部件的供应链压力以及技术人员的操作培训难度。除了外部探测系统的迭代，肯尼迪号还对舰体内部的物理布局进行了深度的改进。设计师重新调整了机库内部空间、弹药库以及油料补给站的相对位置和运转路径。在航母的运行逻辑中，这种优化被称为物流路径缩短。通过重新排列武器电梯与战机整备位的位置，战机在舰体内部的维护周转速度以及挂载实弹的准备时间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压缩。大家玩过都市天际线吗？这项工作就好像你在游戏里尽力优化你的城市设计，使得城市不要天天堵车。既然说到了飞机维护，就不得不提航母战斗力最直观的体现——先进战斗机群。其核心战力由 F-35C 隐身战斗机以及全球首款舰载无人加油机，代号为 MQ-25 的黄鲷鱼共同构成。在现代高强度的海上对抗中，远程反舰导弹的广泛部署，迫使航母打击群必须停留在距离海岸线更远的海域，以确保生存。传统的舰载机受限于燃油载量，作战半径通常只能维持在800公里左右。为了解决这个物理限制，肯尼迪号引入了 MQ-25 无人加油机，它能在空中为战斗机提供大容量的燃油补给。通过这种空中接力模式， F-35C 战斗机的有效打击范围从原先的800公里直接提升到了1500公里以上。这种距离上的翻倍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这意味着航母平台可以停留在对手陆基探测雷达和常规火力最密集的有效射程之外，却依然能够向深远的目标区域投送武力。作为第5代隐身战机， F-35C 的核心优势在于低可探测性。它通过特殊的机身几何外形以及能够吸收雷达波的特殊涂层，大幅度缩小了在雷达屏幕上的反射面积。在敌方防空系统捕捉到它们之前，这些战机可能已经利用隐身性能完成了对关键防御阵地的探测或精确打击。此外，这种有人机与无人机的协同模式还大幅度优化了航母的资源配置。MQ-25 无人加油机不仅能伴随战机群远航，还可以在航母周边执行长时间巡逻，为那些因为气象条件或技术原因需要反复尝试降落的战机提供燃油保障，从而显著降低了飞行事故的发生概率。美军为什么要进一步扩大作战范围？这种战术范围的全面扩张，正是为了应对美国海军在未来全球战略布局中所面临的战力更迭压力与基地升级挑战。美国联邦法律明确规定，海军必须始终维持至少11艘现役航空母舰的最低保有量，
这是为了确保在处理突发地缘冲突的同时，依然有足够的战舰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巡逻与威慑任务。然而在2026年前后，美国海军将面临一个严峻的战力真空期。尼米兹级航母的首舰尼米兹号预计将在这一年正式退役，而肯尼迪号要到2027年才能完全形成初始战斗力。为了尽可能缩短这个战力缺口，肯尼迪号必须确保它在离开造船厂时就具备了满血的战斗状态。这种紧迫的时间节点直接推动了全舰系统的快速集成以及作战软件的密集更迭。这艘巨舰未来的母港已经正式确定为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基查普布雷莫顿基地。这一部署安排清晰地展示了美国海军将最新最强的打击力量向太平洋倾斜的长期战略构想。为了迎接这头全电化的巨兽，布雷莫顿基地的配套基础设施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升级。由于福特级航母在停泊状态下对电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尼米兹级航母，为此海军计划拆除基地原有的所有变电站，重新建设一套更高功率的配电网络。在未来的全球部署体系中，肯尼迪号不再仅仅是一座打击平台，它还是分布式海事行动战术的核心。利用其超强的电力冗余和通信带宽，肯尼迪号将扮演移动指挥部的角色。它不仅能够指挥有人驾驶的机群，还能同时协调远处的无人潜航器以及大批量的无人水面艇，将战斗力分散布置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这种发现及摧毁的高度集成化能力将极大地提高航母打击群的生存概率，也将极大提高航母打击群的战斗能力。约翰 F 肯尼迪号不仅是冷冰冰的钢铁集合体，它是美国现代工业意志、核能转化技术以及未来数字化海战战术的结晶。尽管在长达10余年的建造历程中，该舰经历了预算超支以及系统调试引发的进度延期，但131亿美元的昂贵投入所涉及的所有运营、人力与维护费用，通过大规模的自动化升级，肯尼迪号在未来的50年里能够精简掉数百个工作岗位，从而节省出数十亿美元的长期成本。随着该舰逐步完成海试并进入现役，它标志着美国海军正在完成从传统的尼米兹时代向全电化福特时代的实质性跨越。这种跨越不只是电力储备和出动架次的物理提升，更是作战维度的全面拓宽。在未来复杂多变的海上博弈中，这艘以肯尼迪命名的航空母舰将作为美军在全球海域的核心压舱石。它所具备的隐身机群支持能力，以及对大规模无人化装备的远程指挥能力，将直接决定其在深蓝海域的控制广度。当这艘10万吨级的庞然大物最终劈波斩浪驶向深海，它所承载的不仅是50年的服役承诺，更是关于一个海洋大国如何利用极致的技术手段，在数字化时代继续维持其海上技术主权的宏大实践。好了，关于肯尼迪号航母的相关信息就是这些，大家对于它还有什么疑问？在您看来，航母的角色定位会是舰队主力还是舰队辅助？欢迎在评论区提出你的观点。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点赞评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